胖虎不做大哥好多年，连大熊都能骑在他头上了。小夫想不明白，创作灵感再枯竭，也不用这样和弟兄母亲亲密接触吧。大熊日常倒霉3连击，易拉罐胖虎和楼梯，不赖大熊太粗心，只怪这世界太坚硬。既然如此，蓝胖子拿出了一个蹦床瓶，喷在楼梯和地板上，然后一个助跑。大熊还以为他想不开，可人家玩得挺开心。大熊要来蹦床瓶，喷满整个走廊，这下可以尽情的摔了。然而大熊顾下不顾上，一头撞在天花板上，脑壳生疼。不过这一下给大熊撞开窍了，他把整个屋子一个面都不落的喷上了，房间变成了大个喷床，两人玩得不亦乐乎。大熊还没过瘾，蓄力了一波，整个人弹射起步，弹得停都停不下来。买，回来的妈妈还不知道2个熊孩子在家做，刚进屋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快乐。2个罪魁祸首光速溜出门，大熊还想让整条街都变成蹦床，甩开蓝胖子就跑，结果再次撞到了胖虎，免费得了2对称的大包，脑袋瓜又开窍了，用蹦床瓶给自己喷了一遍，这可比喷整条街方便多了。2人都喷上之后，故意叫住胖虎，当着他的面挤眉弄眼做鬼脸，把嘲讽发挥到了极致。胖虎全力挥出一拳，只见大熊和蓝胖子不仅不疼，还开开心心的弹走了，合着把胖虎当助推器呢。甩掉胖虎后，2人一路弹到了静香家，蹦到窗前把他叫了出来。别看静香开始被大熊吓到了，真玩起来还是挺放得开的，穿着裙子都能做空翻。大熊看了想学，结果和刚学会爬就想飞一样，当着老婆基友的面丢人丢大发了。还好大熊慢慢习惯之后越跳越高，总算是在静香面前拉回了好感。他要做更刺激的事，那就是跳到东京塔塔顶去野餐。静香和蓝胖子一致同意，准备好东西就出发了。小夫买了蹦床，本想在大家面前炫耀一番，可看到在大街上就能蹦的3人，他就说不出话来了。3人从地上跳到房顶上，大熊一马当先往更高的楼上跳，结果直挺挺的掉到了马路上，然后被弹得更高了，撞上无辜路人的遥控飞机后，再到地上又弹了起来，最后以一个完美的自由落体，向正在空地上思考歌词的胖虎飞去，借助人肉电子的弹力回到了正常路线上。可怜的胖虎整个人都被砸得陷到地面里去了，看得小夫直呼大仇已报。3人向着东京塔弹去，2外国人看到他们仨直呼忍者竟在我身边，得意忘形的大熊差点掉下去，还好被2人拉了回来。塔顶的风光真是妙不可言，就这风景下饭的滋味也是极好的。黄昏时，3人弹上了回家之路，大熊怎么也追不上蓝胖子和静香，蹦床瓶居然失效了。大熊本想给自己补喷一下，没想到被潜伏在一边的小偷抢走了。警察好不容易追上他，小偷用了蹦床瓶后就蹦上墙和警察们说再见了。小偷越跳越开心，有了这种力量就能成为当上贼王的男人了。谁知蹦上一堵高墙之后，弹力突然消失了，小偷一屁股摔进了墙里，还没缓过来就成了人群中最靓的仔，他竟然被警察包围了。第二天，小偷光荣的上了电视，他被捕的原因居然是从空中飞进了监狱里。所以说有外力是件好事，但不能过于依赖外力，否则当外力失去时，自己还是那个不曾成长的自己。如果大家能用上蹦床瓶的话，会想跳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化身妹子，对着一头不知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就是一番挑衅，而救他于危难之中的竟然是每集打你一次的胖虎。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是我见过最讨厌的小学生，只因为去了趟博物馆就嘲笑小伙伴们没见识。而这次博物馆之旅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人类的进化史，而这其中有一个族群叫做尼安德特人，他们灭绝于4万年前。虽然看起来和现代人没什么区别，但尼安德特人却没有自己的语言，所以有可能是被闷死的。静香听了心生怜悯，可胖虎却只关心他们唱歌是否能胜过自己。这么深奥的问题直接问傻了小夫。回去的路上，静香感慨想去看看媳妇儿的愿望，那必须满足。于是3人乘坐时光机开启了寻找古人之旅。可一着陆，穿着短裤的大熊就要被冻成冰棍了。蓝胖子随手拿出适应灯，让众人适应了环境。众人一路寻找，终于在一个拐角让大熊撞到了。大熊几人倒是超兴奋，可却吓坏了猿人的小心脏，一个回头上演了一出我撞我自己。蓝胖子拿出仪器一扫，果然是尼安德特人，可这脸怎么看怎么是胖虎，原来胖虎的祖先这么弱啊！眼看胖虎猿人即将醒来，众人赶紧躲藏起来。蓝胖子拿出翻译魔域，让世界都说中国话。这时一头午餐鹿从天而降，大熊本想上去帮忙，可小夫猿人却提前杀到，眼睁睁看着美味的午餐肉就这么跑了。小夫猿人把气全撒到了胖虎猿人身上，
只因为胖虎猿人胆子太小。这时女主出场了，我们的大熊猿人，他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胖虎猿人，但在那个时代，只有勇敢才能让人认可。胖虎猿人孤独地回到洞中，但他也一直渴望拥有朋友。伤心过后的胖虎猿人一出门就遇到了女神，拾起路边的野花就要上去开展爱的攻势，却被小夫猿人无情地赶走。为了帮助胖虎猿人，蓝胖子反手掏出变装相机，对准大熊就是咔嚓一下，大熊瞬间变成了静香的好姐妹。大熊来到洞中，又是抛媚眼又是撩头发，你就说哪个男人能不动心？作战计划是大熊当做诱饵，让长毛怪攻击小夫猿人，胖虎猿人则用超级手套救下众人。看似完美的计划，却因大熊的画技太差，胖虎猿人貌似没太听懂。大熊管他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，上去就是一番挑衅，让长毛怪竖起了40米高的大身躯，两人吓得撒腿就跑，还跑反了方向。本想让胖虎猿人戴上超级手套先救下小命，可却被穿在了脚上，卷得泥土飞扬。眼看前方无路可逃，胖虎猿人抱起大熊就是一套飞檐走壁。尘土散去，只见化身贞子的大熊缓缓抬起头来，大熊的身份被识破。找不到目标的长毛怪一个回头，看到了真正的大熊猿人，眼看大熊猿人就要丧命，蓝胖子却又犯了找不到道具的老毛病。危难时刻，胖虎猿人大力出奇迹，一发入魂，阻断了长毛怪的去路，标枪随即落下，吓得长毛怪撒腿就跑。而这一切都被小夫猿人看在眼中，勇敢的人终于交到了朋友，也收获了爱情。回到现代，电视上却播放这一条奇怪的新闻：胖虎猿人的壁画被考古学家发现，但却有一些壁画让学者都直呼画得太烂了。小伙伴们还记得这是谁的杰作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，让老师一天表扬5次？不仅在学校表扬，来到房间表扬，在老妈面前表扬，媳妇儿面前表扬，甚至深更半夜跑到大熊家，当着老爸面前表扬。老师，您的腰还好吗？小孩子的套路竟然也会这么深。帮忙拿清扫工具的大熊，竟成了替别人清扫的打工人。但人总会有走运的时候，独自清扫的一幕却被老师看到。感动的老师直夸大熊震惊，懒惰的大熊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人遇喜事走路都飘。大熊满脸害臊的偷偷告诉蓝胖子自己被表扬的事，谁知蓝胖子轰然大笑：“你骗3岁小孩呢？”显然不信，可大熊却一副严肃脸，让蓝胖子不得不掏出实况录影机，来了个场景再现。设定好时间地点后，却什么都没发生。可3秒后，老师竟破门而入，按着大熊的肩膀就是一顿夸奖。如果这个道具是这么个用法的话，那估计这一集得跑断老师的老腰了。果不其然，大熊又跑到老妈面前想炫耀一番，可老妈却说小孩子要诚实。于是蓝胖子赶紧拍下按钮，老师又匆匆赶来，对着大熊就是一通夸奖，给老妈高兴坏了。有好事当然要跟媳妇儿分享，可蓝胖子不同意大熊竟可着老师一个人坑，但大熊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，让蓝胖子设定到昨晚8点的厨房，拍下按钮，萌萌的老鼠出现，吓得蓝胖子大头撞门落荒而逃。大熊来到媳妇儿面前，拍下按钮，老师端着茶杯火速赶到，又给了大熊一通夸奖。这时静香老妈的鞋子找不到了，于是大熊为了讨好丈母娘，用道具发现了小偷竟然是旺财。人都来了，坐下来喝一杯茶也是免不了的了。可听丈母娘说，刚才静香做了曲奇饼干，可惜都吃完了。大熊表示这都不算事儿，调好时间按下按钮，静香母女俩变成了为大熊做曲奇饼干的打工人。可美好的2人世界却被蓝胖子无情地打破了。蓝胖子本想抢回道具，却又被大熊阴了一手，再次被老鼠吓跑。小伙伴们还记得昨天的晚饭吃了什么吗？静香表示不记得，于是大熊用道具帮静香回想，可静香拿了雪糕后就人间蒸发了。大熊轻车熟路地来到静香闺房，却看到了静香豪爽的一面，直接被静香的如来神掌扇出40米，打出家门。就看到小夫在傻笑，原来胖虎刚才踩了易拉罐，摔了个大马趴。胖虎出丑，那必须人人喊看。按下按钮，易拉罐凭空出现，胖虎踩中易拉罐，现场表演大马趴。小夫好不容易捡个笑话，有点收不住，气得胖虎上来就是一套虎虎生威拳。下一个就是大熊了，吓得大熊想都没想就按下按钮，胖虎原地后退，又来了一场原地大马趴。胖虎飞身跃起，又给了小夫一套虎虎生威拳，吓得大熊赶紧跑路。回家的路上又碰到2个互相碰瓷的人，不怕事儿大的大熊让他俩剧情重现。只见双方跑向对方，
在拐角处来了个亲密接触，但动作过于刺激，大雄没看清啊，直接重复上演了10多次，大雄还是没看清，到底谁碰瓷谁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孩子今天必须放倒。回到家的大雄只好赶上老爸下班回家，于是又一次呼叫来了老师，可老师这一次一进门就让大雄出门罚站，这下被老师表扬变成了被老师家访，熊熊君自作孽不可活啊！小伙伴们知道为什么这次老师没有再表扬大雄吗？